Hello，大家好，我是 Eric，我又回来了。嗯，前面几天的话，然后是过这个国庆的假期，嗯，我的懒也犯了，所以也没有做视频。虽然说零零星星也在，看书学习一些内容，但是并没有来做视频。那么今天的话是国庆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也就是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这边的话也要调整好我的状态，重新开始我们的视频录制和我的学习计划。已经拖后了很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一下，这一期的内容。这一期的话主要是，来说一下这个我在麻省理工课程中学到的这个穷举法，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例子来说一下穷举法到底是什么。嗯，穷举法的话，怎么说呢？它是平常在这个工作或者说编程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它就是把一个问题所有的可能性都列举出来，让程序这个运行一遍，然后从这些所有的可能性中可能的结果中找出来正确的答案。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穷举法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虽然说它很简单，并且看起来的话也有点笨，但是它确实是实际工作当中用的最多的和这个解决一些问题最实用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例子。这边的话是一个例子，然后这下面写的代码是我之前写的，我们先把这个代码删掉，然后我们重新来看一下，这个题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练习的话是要求写一个程序，要求用户输入一个整数，然后输出两个整数，root 和 power。然后它满足的条件是 power 大于0，并且小于6，并且呢 root 的power 次方等于用户输入的整数。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整数的话，就输出一条消息进行说明。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来分析一下吧。我们分析一下，它需要找到两个整数。这两个整数的话，其中一个让它乘以另一个的次方，就是等于用户输入的这一个整数。也就是说，我们用代码来表示的话，就应该是 root，然后它的次方，它应该等于，比如用户输入的是 name，是吧？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等式，并且它还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就是小于6啊，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于0，小于6。那现在来说的话，那我们用穷举法来理一下这个思路。我们首先的话，我们知道这个 power 的话，它是 PWR， 它是大于0，小于6的。那这个 root 怎么来确定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就应该想到是吧？就是0，这是1到5吧，然后是1、2、3、4、5，任何数的这几个次方，它要想等于这个数，那它肯定就是
肯定要满足一个条件 ，root 是需要小于等于这个 name 的啊。如果它为 power 等1的时候，是吧？它两个相等，那这时候的话，它是会满足这个条件的，也就是说，它是需要等于它的，小于等于这个用户输入的数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试着写一下这个程序。首先的话是先让用户来输入一个，数字啊，一个输入数，然后我们请给一个提示，请输入一个整数。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整数转换一下啊，因为input 的这个函数它所输入的这个是一个字符串，我们需要把它输入的转换为一个整数类型 int 类型。然后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判断了。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我们知道了这个 power 它是这个从0到6，不包含0和不包含6。那这时候的话，我们 range 从1开始啊，它是包含1，然后到6。这时候的话呢，就是1、2、3、4、5这样一个啊。然后的话，这是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power 了。然后的话就需要找到这个root。那这时候的话root 有多少个呢？root 的个数就是 root 小于等于 name， 是吧？然后我们这里面再来做一个循环。我们给它做一个初始化，让它等于0，从0开始，找。然后的话，这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做的话，每做一次循环，那 root 就应该加等于向上面累加一次，这样的话它才能满足这个当 root 等于它那时候，然后这个循环开始跳出。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这里面需要添加一个条件来判断一下，判断这个 root， root 如果它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我们就打印出来一句话，就是输出一个消息进行说明。然后我们这里还是来说明一下的话，就是root 等于我们来这样提示吧 ，number 是吧？
number 等于，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打印一下这个数字是就是这个用户数的是。我们这里面的话，然后把 number 写进来，然后 root。好，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已经找到这个数了。找到这个数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做后面的循环了。那我们直接用了 break 啊，然后的话，我们这样的话就跳出循环，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就找到这个数了。但是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整数的话，它也需要输入一个。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在外面做一个标记吧。我们做一个什么标记呢？我们这样的话来做一个标记，用它，我们在这里写一个注释，标记是否含有这样的整数。如果它存在于这样的整数的话，那我们就把它设为 true。如果没有的话，那它就为 false。那然后的话，我们在这里判断一下，判断这个 is number。如果它为 true，如果它为 false， 是吧？那我们就应该是 not， 对吧？当它为 false 那时候，然后我们就打印出来一个话，就是不存在这样的数。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程序就写完了。我们来做一下测试。我们输入一个整数，假设我们输入的这个整数是9，那我们都知道3的2次方应该是9。为什么会打印出来这个样子呢？991，然后又打印出来个932。哦，在这里写错了。第一个打印出来的话是当这个 number 为9时 root 为9 power 为1，这是我们找出来2个。好，那这样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还来这个9，当 number 为9时 root 等于9和 power 等于1 ，root 等于3和 power 等于2。大体上的话，我们这个穷举法的思路就已经和这个练习的话，我们就已经说完了。然后的话，
我会把代码上传到 GitHub 上面去。如果欢迎大家就是来这个找问题啊，并且的话，如果我哪里说的不对，欢迎大家帮我指正出来。那好，这一期的视频的话就这一期的视频的话就先这个样子了。好，感谢大家，再见。